这一节我们来创建角色的第一套服装，方法和上一节是一样的。我们先来创建我们的服装。我们打开上一节保存的我们的模型。我们先来给角色选择一个发型，在这边呢，它有整体的发型的预设，然后也可以根据前发、后发、中发，然后配饰、呆毛这些单独的去选择。前发，比如说我们来一个什么刘海。这个大家自己去选，然后在这个 Outfit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服装。同样的这边是整体的一个服装的预设，然后下面是每一个部件的服装。然后它这边默认的服装不是很多，而且说实话比较丑啊。然后就是在这边我们在这边其实拉到最下面有一个 Search for more items。在这边可以点击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寻找。在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价格拉到0，然后我们这边选择的是服装类型，我们随意点开一些。我们如果在这上面去找东西的话，要注意它的一些利用规则，因为它不一定是可商用化的，就大家自己看一下。一般都会写明我们可以怎样的去利用它，像这种免费的可能是一些是非商用。然后假设我们需要的话，在这边直接下载。好，我这里就不下载了。下载完之后呢，我们在这边点击 Import Custom Items， 然后找到我们下载的东西。我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像这些，它的这个后缀是这样子的 ，Void Custom Item 这种类型的，选中之后点击打开，然后会 Import， 我们这 Later， 然后 Import 完之后，这边是我们的预设，这边是 Custom， 在这边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这是我们自己下载下来的。好。然后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给自己的角色选择第一套的服装。这边没有。好，我这边为了节约时间，是已经选好了一套我自己的。这个。好，我们将以这一套来进行讲解。大家可以不用跟我一样啊，自己喜欢什么都行。我们在这边选择导出第一个选项。好，这里还是一样。叫 Close A 好了。我们保存一下。在哪来着？好，关闭。
然后同样的，我们打开我们的 UE， 我们用 UE 做一个中转，在这边我们创建一个临时的一个文件夹，比较缓存，然后把我们新创建的角色导到这个文件夹中，点错了。这边选项还是一样。这边的东西由于我们用完之后会统一删掉的，我们就不去处理它们了。我们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谷歌网格体，给它导出一下，在资产操作导出 ，SK 这没问题。然后这边我们就不需要导出变形目标了，我们的变形目标只是在脸部的时候会用到，封装也不需要。好，我们点导出。好，同样的，我们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建模软件，新建，把我们的模型拖进来。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我们的角色面部给分离出来的。现在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每一件服装都分离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每一个服装都带有自己的简化过之后的骨骼。好，我们现在开始做。一样的，我们这边按 Shift 加 P， 把它们的分组取消掉。然后骨骼这边着色 X 射线显示骨骼，然后这整个的模型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Ctrl D 或者你 Ctrl C 加 Ctrl V 也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原始的我们这个模型按 H 隐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复制出来的模型，它是没有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骨骼的蒙皮的。我们复制的只是网格体，当我们运动我们这个骨骼的时候，它是没有对这个网格体是没有作用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从我们复制出来的这个网格体中拆分出我们想要的各个部件，然后用我们隐藏的这个原始的网格体中的蒙皮信息复制给我们拆分出来的那些部件，有点绕。好，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隐藏掉骨骼，然后选择面模式，选择 UV 壳模式。我们先来删除一小部分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些手臂、面部。手、腿、内部的身体、脚。当然很多是没有删干净的，我们之后会统一来处理一下。这边的脖子的身体、内部、
先尽量的删一些不需要的部件。这里我们先把这整个角色给拆分开，现在它还是单一的一个网格体。我们先取消选择，然后右键对象模式，然后按住 Shift 加右键，在这里找到分离。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把这个角色分离成非常多的网格体。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块，加上这一块。它其实选中了这两个，然后我们按住 Shift 加上右键，我们去结合它。好，现在把这两个结合到了一起，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最下面。我们在这边点击删除历史，如果这边没有找到删除历史的话，在编辑中也能够找到。编辑按类型删除历史，然后这一个袖子就被我们分离出来了。我们先按 H 把它隐藏掉，然后我们再来找下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这个鞋子尝试给它分离出来。我们先点击任意一块，看看它在什么位置。由于它这个分离是按一定顺序的，所以我们相邻的东西，我们可以默认它是在一起的。我们来找一下，按住 Shift 的加选，这几个，这些都加选上。好，有一些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没关系，我们先把这几个给结合了，按住 Shift 右键结合。同样的，我们给它清除历史，然后我们知道了它是这个，我们先隐藏。可以看到我们还剩下一些东西没有被我们加选到的。好，这一块呢是角的一个部分，是下底面的一个角，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给它删除掉，这块也给它删除掉。好，然后剩下这些都是鞋子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给它加选，全部选中，然后把这一块 H 拿出来，好，全部选中，右键结合，删除历史，隐藏。好，鞋子我们也分离出来了。好，再来把这个衣服拿出来好了。结合之后，隐藏一下。裙子。这里的裙子应该也是衣服的一部分吗？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模型那边去查看一下。好，看一下我们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哦，这个裙子和衣服是一起的。好，我们把它分到一起去，点击其中的一块，查看一下它在哪个位置。好，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我们把多余的给删掉，因为裙子这个比较的大，这块可以不要。可以看到内部并没有身体的部件了，那这些就全部都是。好，全部选上。
结合，清除历史，然后把我们这个和这个一起选中，结合，清除历史，隐藏。好，裙子也搞定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找头发的部分了。头发的部分，我们选择把我们的身体部分、其他部分都给它删掉，剩下的就是头发了。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面部的部分残留在这里，我们直接到这个上面来找一下。面部的部分一般都在最上方，这些都是面部。哦，这个已经是头发了。上一个呢？上一个是面部。好，我们把上面这些全部选中，我们把它拖出来看一下，这样没问题。你这里没有头发的部分，删除，剩下的就全部都是头发了。好，我们全选 ，Shift 加右键，结合，删除历史。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个袖子，一个鞋子，一个衣服，一个头发，这是我们这个角色的一些服装。好，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服装是分离出来了，但是它是没有我们的那个蒙皮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个我们原先备份好的这个的模型的蒙皮复制到我们这4个中来。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网格体它的这个原点不在我们的中心啊，这可能后续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处理一下，把所有的原点都放到世界坐标的中心中去。我们一个个来，这样，我们在移动模式下就选中之后按 W， 像这样，这是我按照 Q， 按 W 在移动模式下，在这个时候移动呢是移动整个网格，我们Ctrl+Z撤销，按一下 D 键，这个时候移动的是坐标中枢，我们把它往下移。然后为了精准的放到我们的网格体的这个中心点上，我们摁住 X 键，像这样，摁住 X 键之后，它会对齐到网格，然后我们再去摁住鼠标中键去拖动它，这样，好，现在就已经拖动到了我们世界坐标的中心。我们再摁一下 D 键，取消编辑轴数点，好，这个我们就对齐好了。我们给它删除一下历史，冻结一下变换。好，这个隐藏，下一个，我们每一个都这样操作一下，按 D 键拖下来一些，摁住 X 键，鼠标中键，好，再摁一下 D 键，然后删除历史，冻结变换，隐藏，这个一样。D 键 ，X 键摁住，拖动 ，D 键，删除历史，这个是手套 ，D 键，拖动 ，X 键，好 ，D 键，好。那我们现在呢，需要把我们的这个玛雅的工作模式切换到绑定。我这已经是绑定了。如果你可能处于建模模式，只需要在这个地方点击一下，然后点击绑定，这上面的这些工具栏就会变成绑定专用的一些工具栏。然后我们现在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先把这几个网格体绑定到我们的骨骼中，我们才能够去复制这个网格体的蒙皮。所以我们选中
这样4个全部选中，然后按住 Ctrl 加选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先选中网格体，再去加选我们的骨骼，然后在上面找到蒙皮这个选项，蒙皮在这里点击一下绑定蒙皮，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绑定好蒙皮了，我们可以来检查一下。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的骨骼，可以看到已经有蒙皮了，但是它就是系统自动绑定的蒙皮，它不一定精确。有时候我们可以多试试看。你看，当我们旋转到这个角度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完全的断裂开了，它的穿帮会非常的严重。如果你自己会绑定的话，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调。我们这边就简单一点，我们在前面留下了一个这个复制，就我们的原版是留在这儿的，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蒙皮的权重给它复制到我们新的这个网格体中去。那我们现在需要这样操作，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先选中第一个，也就是我们原始的这个被隐藏掉的原网格体，然后按 Ctrl 键加选我们的第一个子的这个网格体，两个都选中之后，我们在蒙皮这边选择复制蒙皮权重。好，这边结果这边显示已复制蒙皮权重，这样一个就好了。然后我们做第二个，先选中第一个原始的，然后 Ctrl 加选加选我们要复制到的这一个，然后蒙皮复制权重，继续蒙皮复制权重。好，这样我们4个权重都复制完了。再来看一下，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权重就自然的多了。好，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保存一下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的操作可能是有一些破坏性的，因为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这个新的网格体去简化骨骼，就删掉一部分的骨骼。万一它崩溃了，我们就可以那个恢复一下。我们 Ctrl S 保存一下，我们保存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角色片网格体，我们这边叫 close A。好，这个已经不需要了。接下来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简化一下我们的骨骼。首先啊，针对这个头发的骨骼，观察一下，像这种发束、鬓角这些长的头发，我们之后会用这些骨骼来做物理模拟。为了方便我们以后利用它的时候，我们把重要的几个骨骼给改一下名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选中的这个骨骼，它的名字是一个这样的，非常长，近乎一个随机数。我们打开看一下，这边是默认的骨骼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非常的长，很难用。我们把我们需要的，像这种日后要用来做物理模拟的骨骼，给它重命名一下。这些就这个层级的，我们可能都会需要用到，我们都给它命名一下好了。我们这样选中第一个，把原始名字给它删掉，我们叫Felix Hair 01，两位数应该够了，复制一下02。好，让我们一路全部命名下来。
好，我们现在全部做完了，我们再保存一下。然后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发型，删除一些不需要的骨骼，比如说这一块骨骼 ，delete 这一块骨骼。这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没有把肩膀、手和上一节手臂这两个骨骼给删掉，因为我们的头发如果你是那种披肩长发之类的，它可能将来会穿模。我们在做物理模拟的时候，会需要添加一些碰撞体来保证我们的头发不到我们不想让它去到的地方，比如说跑到身体里面去。那么这个碰撞体是以骨骼为基准的，我们需要把它夹在骨骼上。所以我们将来比如说可能会在肩膀这里添加一个胶囊体的碰撞体，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头发就不会穿模到肩膀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把肩膀和上部分手臂的这个骨骼都给留下，我们只删除我们不需要的。两个腿也不需要，这个是裙子的骨骼，裙摆的，还有它这个是好几个重叠在了一起。好，删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选中网格题加选我们的骨骼，然后给它导出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格题的历史有没有被删干净，没问题，我们没有多余的额外的历史。好，导出当前选择，我们找个位置放，还是放在角色篇模型。我们这边新建一个文件夹 ，close 吧。叫 hair 01，导出这边看一下选项，没问题，导出。好，这个导出完之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骨骼给撤销回来，因为我们还会用到其他的一些骨骼的。我们直接一路 Ctrl+Z， 直到回到我们原始的骨骼状态。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把我们的这个工程直接给关了，然后重新打开，因为我们之前保存过。看一下，好，现在应该全部都回来了。那我们第一个就完成了，把它隐藏掉。好，接下来我们就是重复劳作，把我们的4个全部都导出来。我这边到时候可能会加速一下，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手动长按屏幕加速一下。
好，现在我们4个网格体都处理好了，我们直接关闭，并且不保存。然后来到 UE 中，我们在 Mesh Character 外面吧，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Close。我们创建几个文件夹，用来放我们刚刚创建好的一些网格。Skirt Shoes Hair Auxiliary 这个配饰上拼吗？好像不对啊 ，Accessory ACCESORY CESORY 没问题。好，我们把我们原来的东西导入一下，不在这儿。桌面 Close。导入选项中，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骨骼还是保持清空，我们需要创建新的骨骼，其他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先导入。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骨骼有点多哦，这些都是手指的骨骼，确实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角色的骨骼的话，它应该会更加的长，没问题。我们来导入下一个头发。好，继续鞋子。裙子。好，现在我们4个部件都导入完成了。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回到我们的这个文件夹中，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拿出来。我们的这个角色上需要的一些材质和贴图，给它拿到，然后这个文件夹就可以删除了，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在这个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裙子，它用到的材质是哪一个？我们找到它，先给它打开好了，然后找到我们新添加的裙子，也给它打开。我们先给这个材质新的这个部分都给它指定上线。然后看一下，这个是内部，这个不应该给的这个，是吗？哦，这个是外部的，这个应该给，其他的不应该给。
看一下这个紫色的裙子，这个材质。没问题。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腰带和一个裙摆，找到这个腰带，它应该是这个吧，没问题。还有一个裙摆。这个是一个镂空的，我们在这边找一找，哪个呢？这个吗？好，给它指定过来。好。现在我们把这4个材质都移动到我们这边的文件夹里来，找一下，分别是这个、这个、这个，还有一个是哪个来着？先不管，先把这3个移过来。我们在这边拖动到这个 skirt 这儿，移动到这里。我们还剩下一个是哪个啊？是这个，找到它的位置，移动到这儿。现在我们把材质实例移过来，然后我们再把这几个用到的贴图也同样移过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它的材质里面可以直接去查看。应该在这其中的某一项，我们找一找看。这个没，看看哪里用到了贴图。这个 texture parameter， 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用的主要是 T15这一张贴图。我们直接找到这一张贴图，就这个，然后这个18肯定也用到了，然后这个19，还有这个20。我们猜测是这4张，我们先给它移过来，移动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看剩下的几个。好，这个用的是19，这个用的是18，这个是20嘛，这个用到的是20。好，那我们可以关掉了。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右键新建一下 text， 把这些东西移过去。好，这样我们一个裙子就转移完成了。然后同样的，我们把这几个东西全部都转移一下。大家这里可以加速一下。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4个部件全部都移完了。然后我们这里注意到一点，就我们这个角色，它是带着一个袜子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它分出来。原因是我们的这个袜子的实现实际上是直接把这个皮肤分层了，就它直接在皮肤上画的颜色。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角色，我们隔离一下角色的皮肤材质，可以看到在这里插件的做法是直接把袜子当做身体的皮肤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来找到我们的这个标准的模型 base girl 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现在这个模型是只有一个材质插槽，假如我们把这个地方切一刀，上面这一部分当做一个材质插槽，然后下面这个用一个独立的材质插槽。当我们想要像这样上下一致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同一张贴图，它仍然能够实现现在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切一刀，当做第二个材质插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穿一个短袜，我们只需要把脚部的这个材质插槽上去给它替换成一个短袜的材质。当我们要穿一个中袜的时候，我们把这一块替换成袜子的一个材质，然后在这个地方再切一刀。当我们想穿长袜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地方再替换上，这样我们的袜子实际上也是贴合在，就是当我们的贴身的部分、衣物的部分就这样子划分成身体的材质插槽的形式来做。那我们就不去单独的给我们的袜子做一个模型，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角色划分多个材质插槽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在玛雅中处理这一步。现在我们打开了玛雅，我们找到我们之前保存的角色的模型，应该是这个 body 这个，给它拖入进来。好，这些是变形目标，删除不需要。然后这个，好，现在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在如何能够在 UE 中，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型中去增加新的材质插槽。我们现在是只有一个的，我们要让这个拥有多个，比如说手部、手套的部分和袜子的部分，我们都一次性给它做出来。在玛雅中，我们可以给一个模型赋予多个不同的材质，然后每一个不同的材质导入到 UE 中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材质插槽。所以对于这个模型来说，我们需要去选中我们想要的面，然后给它赋予一个新的材质。好，我们来处理。首先，我们想要把这个脚部的这一个脚踝以下的部分给选择出来。我们选择前视图，稍微放大一点，往上拉一点，然后选择面模式，我们来框选一下，这样。好，现在我们粗略的选中了一些面，我们来拣选一些不需要的面。OK， 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环线为基准好了，环线以上的我们就都不需要了。我们按住 Shift 把它拣选掉。然后这边对齐，
这个我们就不开对称了，因为这个面它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称的。我们保证两边是差不多的。好，没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按住右键，在这边选择指定新材质，然后我们这里选择新建材质好了。这材质由于命名对于导入到 UE 中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就直接001、002了。Enter，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材质模型，随便选一个就好了。然后我们在这边颜色这边给它指定一个颜色，用来区分一下就好了。这样，哇，好丑，管它呢。好，这样我们就新增加了一个材质插槽。然后我们接下来选中一下，就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个部分吧，框选一下我们想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以这一条线为基准，这样。不要选太多。好，上边缘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来修一下下边缘，不要跟我们的下面的这个材质重合了。你看到这个材质有些反光，待会儿我们给它调一下，导致我们有点看不清。你在上面这个地方点一下使用默认材质，这样就可以看得清这个地方多了一些的。好，这样子，然后取消使用默认材质。这样我们这样中间这一段袜子的部分就给它选择出来了。右键，指定新材质，新建材质002。什么鬼？输入法有点问题啊。好，这边是筛选器，并没有意义。这样给它颜色加深一点。好，这是第二段。然后我们同样的把第三段选出来，就以这大腿的这一条线为基准，把这一块给框选出来。前视图物，这样会更加准确一些。这一段，好，上面这一块没有问题，下面这一块加选一下。看有没有重复的。好，没问题。右键，指定新材质，新建材质，随便选一个，颜色稍微改一下，不一样就行，能看出来就可以。好，现在我们三段袜子的材质已经给大家分出来了，然后我们把手也分一下。选择一个环线作为手套的区域，可以看到这一条环线就不错。这样选择一下，然后把这个地方拣选一下。好，这块区域作为短手套的区域，
然后这边也一样。哇，这什么呀？看一下两边是不是一样？好，没问题。右键指定新材质，新建材质，随便选一个，随便改个颜色。然后我们再选一块吧，把中间这一块也框选出一段来，这样我们可以有过中等长度的手套和短手套，这样子。这要选择一条环线，这个不要，这里加上。这样，好，另一边也一样，按住 Shift，这边要跟两边要保持一致，我们看一下，没问题。然后后面的环线，后面这一块是要到这儿，这一块到这儿吗？看看对不对？这应该都是。都给它选上。看一看。貌似没有完全一致，因为两边的三角形不是特别的一致，并不是完全对称的。这样选上，好，我们就这样，没问题。指定一下新材质，新建吧。好，现在我们给这一个模型分成了1个、2个、3个、4个、5个、6个材质插槽。我们导出一下，选中，导出当前选择，导到我们原来的位置覆盖就好了。在角色篇模型好，
我们到 UE 中右键重新导入，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边有1、2、3、4、5、6个材质插槽，然后我们把这个指定给每个材质插槽。好，现在又跟原来一样了。当我们需要袜子的时候，或者需要手套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里的材质给它换掉就可以了。保存。然后我们这一期是把我们的几个服饰都给，在哪儿啊？这边，我们的4个服饰，还有角色的材质插槽都给它划分出来了。好，这期先到这里。